这是一台不需要看规格表，不需要看价格表，不需要知道电池大小，不需要知道马力，不需要知道扭力，就会让你有一股冲动想要购买的车子。它就是 iCar Malaysia 旗下第一台车子，叫 iCar 03。那多年前我在安徽芜湖参观的时候，他们说要把这个车子 market 为 J-Cool J6。的确，在不同的市场它有不同的名称，它甚至也叫 Cherry J6， 那来到马来西亚呢，他们就 rebranding 成为 ICAUR， 当然这个跟版权有关系。这台车子啊，它提供了2个 variant， 从119,800块到129,800块。那这个价钱无疑是在马来西亚的不管是汽油车还是电动车的市场上投下了一个震撼弹，因为你如今你只要用110到120千就能够拿得到这样子的造型，而且它不是一个空壳子，它是一个实实在在那个料多到满出来的一款车子。所以今天这集呢，我主要会用一个试驾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它的 driving experience， 还有它为什么会这样子来设计，或者说它这样子设计的利与弊是什么。所以影片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let's go。所以要上车的话，第一点点就可以上来。OK， 那得益于这个方盒子造型，所以车顶这边几乎是平到很后面它才下来这样子，所以就造成我的这个头部空间这边非常大，有一个拳头加上玻璃车顶，差不多接近2个拳头，所以是一个 headroom 非常的够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iCar 03的后座并没有说特别 impress， 而且椅背还蛮直的，而且是不能够调整椅背的倾斜程度。不能讲，所以它还做到蛮直下，而且这边大腿的支撑也不够，加上因为是电动车，下面有那个怎么讲电池啊，所以踩的这个地方就有一点不自然这样子啦。那好处就是呢，这个 iCar 03呢，它提供了一个旋机，就是在座椅底下把它拉上来，看到吗？座椅底下好像 Honda 的那个 Ultra Seat 这样子，所以还可以去放一些雨伞啊、横条形的东西，全部都可以放在下面这样子。所以当然60/40也是一样有的，所以那个椅子啊，它可以，那个椅子啊，它可以这样子，它也可以这样子，它可以这样子，它可以这样子，你知道吗？当然这边有扶手，2个冷气出风口 ，Type A、Type C 的接口，然后玻璃车顶。这边是 fixed 的，前面那边是可以开起来的，所以我觉得 overall 119千到129千，你真的是没有东西好嫌它啦。Alright， 大家早上好，今天呢就要来跟大家分享 iCar 03的first impression 啦，就我第一次上路试驾这台车子。它的售价我觉得是相当的亲民，它几乎可以说是年轻人的第一台方盒子造型 SUV。那它的售价呢，目前是只要从119,800块起。我现在开着的这一台呢，就是一个 IWD， 也就是 All-Wheel Drive 双马达的版本，只是贵1万块，从129,800块起。那说实在话，我自己看到这个价钱的时候，我是觉得超出我的预料啦，因为我原本觉得这样子的车它可能会放在150、160然后可能过了1年之后啊，他们再来砍15000块，年尾的时候还有存货啊，再砍20千，再砍25千这样子。那根据 iCar Malaysia 官方的说法，就是他们不想要重蹈覆辙，还是重蹈覆辙所以他们不要set高，然后过后再来丢，过后再来杀，所以他们一开始就设立了一个正确的价格。所以我们讲俗话说便宜治百病啊。如果他卖160千的话，我可能会用这么高的标准来看它。现在它只要从119千起，这样我就没有必要再对它过于的苛刻、过于的严格，因为买这台车子的朋友，或者对这台车子有兴趣的朋友，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心理准备，你要买到的就是一个方盒子造型，就是说，它首先是一台方盒子造型的车子，它才是一台电动车 ，OK， 所以你说电动车同样的价位，你肯定可以买得到更高效率、风阻系数更低、highway 跑更快，甚至0到100加速更快的车子 ，right？ 因为你要的是这个型，你要的是这个 shape。So， 我们回到它的这个 specification 的部分啊。首先，那个119,800块
Rear Wheel Drive 后马达的那个0到100是10.5秒，然后这个双马达的0到100是6.5秒，快了很多，因为它多了一个 front motor 去 push 它。所以这台车子呢，在40到80的这个速域加速 ，Pocket Rocket， 你好像开一个 hot hatch 这样子一点。每一秒都像在弹射起步，它非常非常的有力。你如果是在市区行驶，你不上 highway， 我跟你讲，这台车子真的是这个性价比是高到满出来，高到漏出来啊，满出来溢出来的性价比。OK， 但是为什么我刚才讲，如果你不上 highway 呢？就是如果你仔细去阅读它的这个规格表，你就会发现到它的 maximum speed， 它的Top speed 是在150 km per hour， 要稍安勿躁。我知道，很多人一看到150 km per hour 就在想哈，呀，我知道不是很贵，可是花120多千，车子只可以走150。你知道马来西亚人啦，在 highway 速高就是160，速高就是180哈。我驾一个这样的车，这样有写去到 highway 哈，搞不好还会给 MyV 哥，搞不好还会给阿夏哥，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这个车子它的 top speed 是 set 在150？坦白讲，我自己试了啦，可以去到154、155，然后就不能了。你看啊，传统汽油车 ，even 你是 CVT 啦，你都会有可以改变的 gear ratio。OK， 可能你有 first gear、second gear、third gear、fourth gear、fifth gear、sixth gear、seventh gear， 它会根据不同的速度去切换不同的这个 gear ratio。可是因为电动车绝大部分我看99% 的电动车都是 fixed gear ratio， 就讲它一个 gear， 所以它那一个 fixed gear ratio 呢，它要能够 handle 你可能从0 km per hour 直接混到150 km per hour， 也就是想说，用白话文讲，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来讲，如果它把极速 set 到太高，那些可以给它走180。走200等等，它就会影响到它低速时候的那一种平顺性，会影响到它0到80的那个表现。所以取舍之下，再加上这个车子的风阻系数是非常非常的高。OK， 我们说大部分目前的电动车都在 0.25、0.26、0.27， 可是保守估计这种方盒子造型的电动车啊，它的风阻系数都在 0.33 到 0.35。你要知道啊，风阻系数差 0.01 啊，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你看那个 0.01， 它会对续航力造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你看红绿灯。这样高的车身，0到100 6.5秒，车重是接近1900公斤，是非常非常大很劲的。So，我觉得这个车子就是我加到80而已。你可以听到那个挡风玻璃还有 A 柱这边传来，我只是加80啊。OK， 首先很明显的，它的挡风玻璃是几乎是接近垂直的状态，你的迎风面积就大。所以这个是 physics 来的 ，right？ 你的迎风面积大，你的前面的压力就很大，集中在前面。那再来呢，你的车尾也做到整个 box 一条直下来这样子。所以大家可能以为 aerodynamic 就是车头做到很尖就可以了，不是的，因为那个空气是从你的车头走到你的车尾，所以车尾它也会有一个 vortex 聚集在那边，散不掉。简言之来讲，你就是加一个 brick 啊，你就是加一个砖头在路上走这样子啦。可能过弯是 OK 的，因为电动车的优势嘛，电池在中间，所以重心是低的。只是悬挂，我觉得是一个非常软。然后我先跟你讲啊，在传统的容易理解里面，软就是舒服，硬就是不舒服。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软未必舒服，硬也未必不舒服的。OK， 有分好硬跟坏硬，软也有分成好软跟坏软的。OK， 但是我觉得对绝大部分的消费者，对绝大部分的这个司机来讲，对绝大部分的车主来讲，我觉得这个不是太多人能够去分辨什么叫好软、坏软跟好硬、坏硬这个东西，所以我们就姑且不谈了。总之，我要跟你讲的就是这个 iCar 03呢，它的悬挂适合在这样子的路走 ，OK， 它不适合高速行驶，因为它的转向呀，我知道它有 driving mode 可以去调整等等。
但是它的这个看到吗？越野车、越野型的 SUV， 它追求的就是低速时候它要很灵活 ，setting 要很容易摆，所以它的整个 EPS 的 setting 就是这样子来 set 的。我们讲回来，它的座舱啊，它的这个乘坐的这个driving environment， 那很明显它就是 minimalist 一块荧幕做所有事情只是。你知道吗？很多车子当他们进入 Apple CarPlay Wireless Apple CarPlay 的界面的时候，你就看不到别的东西啊。那些我现在调 Aircon， 我是没有 Aircon 的那个 Shortcut Key 的，我往下 swipe，OK， 还好啦，反应蛮快的，我直接可以切换 Aircon 等等。那我要回到 Apple CarPlay 的话，可能我要按这个 button， 再按 Apple CarPlay。它就会回到去 Apple CarPlay 这样子。那因为我自己是已经非常习惯这种 minimalist design， 一个荧幕你要按 button 都是在方向盘上面2个滚珠我甚至可以习惯它没有仪表板，没有电子仪表板啦，所以有一个电子仪表板对我来讲已经是很好了啦 ，OK， 你不需要太过于去担心它。你imagine以前你从 Nokia， 你从满手是 button， 我以前用的手机是 QWERT 的，就是键盘的 ，OK， 所以我从那个东西过渡到没有 button 的电话，我也是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你用了没有 button 的电话之后，你还会想回到去有 button 的手机吗？ I don't think so。OK， 现在去 Sport Mode， 跟 Mini 很像。3、2、1 Go。Are you ready? We say 3, 2, 1, go. 我觉得它在 highway 上面好像我该加到100多，我突然间 brake 来讲，那一个 G4 是 OK 的，它不会说，因为很多电动车前马达嘛，所有重量都在前面，就会有那种点头的感觉，所以这个车子不会的。At least 我觉得它的 weight distribution， 它的 balancing 是 OK 的啦。所以现在我是驾着大概90 km/h。有时候风声是因为外面风大，可是我可以从那些树木花草知道外面的风并没有很大。所以我原本以为哇，129,800块的车怎么可能会给你 laminated 双层玻璃？结果它还真的是双层玻璃，所以很明显它的这个风声它不是风切声，它不是透过那个窗口的缝传进来，它是因为它的挡风玻璃明明就是迎风面积大，啪啪啪啪啪这样子，那个风声啪啪啪啪啪这样子。而且我要等它 give way 我才可以 lap。加速，没有了，完了 ，speed cut 了，但是很爽啊！你去到人家屁股的时候人家看到你就什么来的？加速。登高望远，居高临下，我觉得很爽吵吵啦，风大大啦 ，I don't care， 不是我 don't care 啦，是买它的车主不 care 了。才多少钱？119,800块起。你要买来跑 highway， 你真的，你的眼睛都不要瞄一下那个 SOC，SOC 就是 state of charge 啦 ，battery level 电量啦，你不要看。你不要看，雪崩式的、断崖式的，砰，那个电就这样子下了 ，expected 了的 ，OK， 你 expected 了，便宜懂吗？真的是便宜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入行没有很久啦，我大概2017年底、2018年正式入行，不要讲很远我们讲在2018年罢了你要花
120多千买到0到106.5秒双马达这么高这么大的一个C segment轴距的一台电动车 whatever 车啦，根本是天方夜谭啊，不可能给到你这样子的东西。加速，试车是这样试啦，你都知道没有人会这样驾车的啦。你吃饱没有事做，每一次速度你都踩完油没有人这样的嘛。除非你驾 V6、V8、V12， 你要 enjoy 驾驶乐趣啦。加速，椅子又好又软又舒服，就是风程大罢了。风程大跟那个能耗啊，不要看它真的。呀，69.8 kWh LFP NEDC 是418公里，不要看它，因为再准的都不会准的。这个续航里程的数字真的只是一个 reference 一个参考而已。总之，所有的电动车啊，哪怕是电池再小再没有效率的电动车，只要你 make sure 你一天不要行驶超过类似150公里，你回到家plug in进去，明天又是一条好汉。快充吗？它 up to 103 kW， 慢充的话大概7个 kW。LFP 明明是这样的 ，LFP 一般上 LFP 的慢充速度都会比 NMC 还要来得慢。但好处是你不用压嘎它，你不用一直charge到80，你要charge到100就charge到100。以119千或者到129,800块来讲，真的是apa lagi you mau， apa lagi you mau， 因为它的缺点不能讲缺点啊，我不可以跟你讲麻辣火锅的缺点是辣的嘛。我们讲怕热就不要进厨房，对不对？食得鹹魚，抵得渴，对不对？你要去吃鹹魚，你又怕它鹹，所以你要买一个 boxy shape 的车，你就不要去 care 它 make 不 make sense， 它 不 practical， 它合不合理，它划不划算。所以这个便宜又大碗，大碗，你看坐5个人没有问题，后面还可以载东西，冰箱式的车门。重点是它的 approach angle 啊。越野车讲的是 approach angle 跟 departure angle， 接近角跟离去角，所以它的 approach angle 呢已经是 pickup truck 的 approach angle 了，所以你可以上一些轻微的 curve， 你可以上，而且因为它不像 pickup truck 车尾这么长，所以它的 departure angle 是比 pickup truck 还要 OK 的。Of course 电池在底部，所以离地间隙大概在175mm 上下这样子，所以你真的要硬度的越野 ，come on 啦，用别的车啦。我要再讲下去。但是我又觉得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iCar 03以119,800块到129,800块，给到你这样子的内饰，12个 speakers 的 Infinity 音响，这样子的座椅材质用料玻璃车顶，全铝车身啊，不是，所以它的引擎盖不是 aluminium， 4个车门也不是 aluminium， fenders 也不是 aluminium， 但是它的 chassis 它的骨啊。它的骨头是 aluminium 的，但是它的皮肤不是 aluminium， 可以了啦，对不对？这个价钱 apa lagi you mau， right？ 所以我在这喜欢的影片记得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去度网看。